在美国国务卿即将到访中国之际，外媒又爆出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很可能将于下个月访问中国。如果爆料属实，克莱弗利将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事实上，在今年4月，克莱弗利就英国对华立场做阐述时，就曾呼吁英国加强对华接触。中英关系一段时间以来经历不少波折，英国国内也存在不少看不得中英关系好的声音，既要跟随美国的步伐与中国展开竞争，又希望和中国展开合作，稳定关系。英国政府如何才能真正回归对华理性？来看看报道。14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可能将于今年7月访问中国，寻求稳定陷入低谷的中英关系。同一天，政客新闻网欧洲版也爆料称，中国已正式邀请克莱弗利访华。不过，中英双方都没有确认相关消息。英国首相苏纳克的一位发言人则含糊地表示，参与国际事务是英国外相的工作，但不希望推测部长的旅行。与此同时，这位发言人还指出，英国的立场和我们的盟友一致。路透社指，克莱弗利可能的访华行程将是中英两国改善关系取得进展的一个迹象，他也将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过去8年间，中英关系经历不少波折，英方官员多次在台海、涉港、涉藏、涉疆等议题上大放厥词，妄议中国内政。外媒形容英国已然成为欧洲内部对华持最强硬态度的国家。苏纳克上台以来，英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呈现明显的矛盾态势。去年底，苏纳克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声称，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已结束。苏纳克指英国将与盟友合作管理激烈的竞争，英国还要站出来对抗竞争对手。今年3月，苏纳克则是顶住保守党中鹰派成员的压力，将中国的定位改为了划时代的系统性挑战。虽然仍然充斥着对中国的偏见，但是与其前任特拉斯提出的威胁相比，态度上有了一定缓和。此举也引发英国内部一些强硬势力的不满，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不少英国媒体批评苏纳克对华态度软化。3月，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时宣称，若有必要，英国将与中国就分歧议题进行直率的对抗性对话。此后，克莱弗利在4月份的7国集团外长会上妄称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但同时又说英国需要同中国接触。4月25号，克莱弗利在阐述英国对华立场时，呼吁英国必须与中国接触，同时再次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国防和外交政策说三道四，并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克莱弗利在演讲中65次提到中国，外界认为这是英国首相苏纳克就任后英国最明确的对华态度展示。对于此次演讲，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中国对同英国开展接触合作持积极态度，同时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也希望英方以实际行动为两国的交往合作营造有利氛围。深圳卫视注意到，克莱弗利将访华的消息释出的时间点，恰好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访华之际。此外，英国首相苏纳克刚刚结束对美为期2天的访问，而访问期间美英没少谈到中国话题。当地时间6月8号，苏纳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外交经验对他这样一个新人来说特别有价值。外界普遍认为，英国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华态度上紧跟美国的步伐。随着近期拜登与其他欧洲领导人一起转向增加对华接触，苏纳克有可能感到被甩在身后，因此也加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力度。不过，知情人士指出，苏纳克不太可能在英国下届大选前访问中国，以免让人觉得他试图通过高层访问来讨好中国。分析认为，这反映了苏纳克的矛盾心态。在他试图带领英国拓展脱欧后的外交空间之时，疏远中美任何一个国家对苏纳克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后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在目前慢慢在调整的过程之后，他的全球战略其实在对华政策方面反映出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跨大西洋关系，跟美国的立场会越来越接近。在西方整个一个改善跟中国关系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一员他这个也需要能够在这个对华政策立场上，尤其跟美国保持一致的立场以显示西方内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政策协调。事实上，每当英国政府表达需要同中国接触时，都会遭到英国国内强硬政客的抨击。当地时间12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克莱弗利再次因涉华议题与对华鹰派人士发生冲突。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会议上发生交锋的原因正是因为克莱弗利的访华计划。So basically, China calls the tune. No. With James Cleverly, China
plays the tune and you dance. No. You're just a Chinese stooge then. You just do what they want. Do you want to give any evidence to that? Yes. Go on. I think I presented it to you. Oh, well, it's I don't pretty think straightforward. I think you have got a nice headline that you wanted to deploy and you've got no evidence to back it up. The fact is, it's the job of the Foreign Secretary to engage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他会保持一个相对务实的一个经贸关系哈，就是说，但是呢，在很多领域他会可能寻求脱钩或者所谓去分解，然后在政治层面的这种和价值观层面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的中英关系应该是有很多的矛盾哈，但是呢这种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还会继续。值得一提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英两国的高层交往进入频密期。今年5月5号至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应邀在伦敦出席查尔斯3世国王加冕仪式及相关活动。在英期间，韩正还分别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储等进行简短会见，并与副首相道登举行了会见。韩正指出，中英都是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中方愿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就广泛议题开展交流，增进理解，缩小分歧，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世界。6月8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了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梁佑斯。韩正表示，中英两国经贸合作势头良好，潜力巨大，金融业合作日益成为双方务实合作的新动力。梁佑斯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未来的发展目标也一定会成功实现。英中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金融业合作前景广阔。伦敦金融城愿深化与中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他如果要拿出诚意，我想主要是不要寻求脱钩，也不要去以安全化的名义去阻断中国对它的投资，包括在双边外交层面，应该来在对华的一些涉华的事务方面，应该有更理性的一个认知哈，应该跟中国有更好的协调和沟通。我想这是考验英国对华政策是否真正改善的一个重要的2个方面吧。此外，中国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之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宣布，应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政府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18号至23号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在15号的记者会上，汪文斌表示，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呈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李强总理上任后首访首战选在德国，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由2国总理共同主持，是中德合作的超级发动机。此次李总理率团参加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对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盘点推进。面对国际局势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类共同挑战增多，中方期待同德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一道向世界发出加强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为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对于中法交往，汪文斌指出，李强总理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法国，体现了中方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此访旨在加强沟通协调，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李总理访法期间，将围绕落实2国元首共识，并着眼明年中法建交60周年，就全面深化2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同法方深入沟通。李总理还将广泛接触2国经济界人士，相信将为疫情后中法务实合作再出发注入新的动力。